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人性是不可以测试的。那么如果将200名玩家放在一座孤岛上，任由他们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会否沦丧，人性会否扭曲呢？游戏的第一天开始，全部的200名玩家都在坠机中醒来，而2分钟之前，他们还在飞机上。每个玩家都只有1条命。现在所有人都不了解岛上的情况，他们很快就明白，当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大家合作生存。于是他们先在失事地旁边建立了一个营地，因为至少这里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有些玩家却不这样想，他们开始探索整个岛屿。这些玩家自发形成了几个小组，向全岛进发。他们想要了解这个岛屿的构成，但是很快他们就会明白，这个岛屿是由平原、沙漠、雪原以及丛林4个生态环境构成的。那最奇怪的就是在各个区块的交界处屹立了一个神秘高塔，大部分玩家都不敢进入这个高塔，但是有些人却上去了。这些人到底是勇敢还是愚蠢呢？因为不知道高塔里有什么，所以还无法下结论。相对于在外自由探索的玩家，在失事地庇护所的一群人选择当农夫，为大家提供食物。人们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些不起眼的食物会在之后的某一天成为大家存活的关键。玩家们还很快发现，他们急需建立一个政治体系以维持岛内的秩序，因为岛上开始出现了犯罪活动，有人竟然用岩浆桶威胁抢劫。Drop your valuables, Thomas. I don't drop them. Oh. Oh my god, it actually worked. 于是玩家们投票选出了一个议会，而这个议会的最高领导则是一个叫做 Solov 的人。Solov 是探险队的队长之一，他曾顺利带着他的队员回到了庇护所，进而在人们的推举下取得了整个庇护所的领导权。Solov 将独立自主作为他的领导方针，允许大家自由地建造农场或者探索世界。虽然自由自主是一个不错的方针，但是有一些人在治理犯罪、资源分配和武器管制等基础事项上并不赞同 Solov 的领导。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知道的是，在丛林地区另一个文明社会在一名叫做 Carlos 的玩家的领导下正悄然崛起。这些人对 Solov 的领导能力持有怀疑态度，他们认为 Solov 过于懦弱，会在很多时候不敢采取果断必要的措施。 Welcome to Ground Zero.Is what I'd like to call this place. This is the foundations of new comings, new opportunities. It's wonderful. 卡洛斯的理念是，不仅要给大家自由，还要用坚实而明确的行动指令将大家结合起来。他们主动狩猎那些岛屿上犯罪的小偷和杀人犯。在这种坚实的领导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下，这里的丛林文明看起来更为成功。就像在第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岛上出人意料地出现了2个文明社会，而不是1个。到了第2天，有的人想要试图逃离这个岛屿，却发现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人们别无办法，只能安心地定居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宗教和文化出现，有人竟然还创立了一个叫做花朵教派的宗教。他们搞笑的仪式简直不忍直视。还有的人因为思念家乡，在庇护所附近创建了一个人工沙漠。同时在丛林这边也出现了不同的团体，有的人选择当火山子民，还有的选择居住在地下，成为一个自治团体，甚至还有人选择不加入任何团体，他们独自隐居在岛屿的各个角落。比如这个叫做 Wood Daddy 的人。 I was gonna be going home, visiting the wife and kids, playing Crash. I figured, well, might as well make the most of it. Realized really quick that building a farm in a cave is not a good idea. So I have expanded because I'm terrified of starving. 这个对于饥荒的恐惧，却成了 Wood Daddy 在接下来的事件中的救命稻草。这是坠机后岛上的第一场雨，闪电不断地击中地图中央的高塔，好奇的人们开始爬上去一探究竟，但是他们不知道危险正悄悄来临。突然之间，大饥荒不期而至，人们的饱食度开始迅速下降，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食物，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聊天区充满了鬼哭狼嚎，有人开始迅速跑下塔，有的人则站在原地，希望饱食度能够下降得慢一点。很快，没有携带任何食物的人开始慢慢死去。2个文明的人也很快意识到，饥荒的唯一解药就是牛，因为牛奶可以解除身上的任何效果。在庇护所文明中，一个农民告诉最高领导 Solov， 他在第一天的探索中就牵回过一头牛，于是人们疯了似的冲了过去。Is there a cow in here? Oh my god! They have 1 cow. Everyone in the sanctuary is milking this 1 cow.
就像萨洛夫带领他的人民很快从饥饿中解脱了出来。但是丛林文明这边发生的故事却大为不同。Thorn took the cow He's selling milk buckets for a for diamond. 2 diamonds. 2 Are you diamonds a bucket. serious? 整个丛林也只有一头牛，被一个叫做绍恩的人藏了起来，把他以2个钻石的价格向大家出售牛奶。卡洛斯和其他丛林首领很快买到了牛奶，而其他没有钻石的人只能以饼干充饥，努力的活下来。有很多人被饿死，也有很多人开始抢劫别人的农场，甚至有一些人开始为了食物而自相残杀。就像曾经伟大的丛林文明，在疲惫、饥饿、愤怒的侵蚀下，处于了崩坏边缘。来到第3天，丛林文明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伤亡，不是被饿死，就是被同胞杀死。垄断资本家绍恩也开始意识到了他的问题，终于把牛牵了出来，免费给大家使用。现在岛上的所有人都见识了高塔的危险，没有人敢再上去。大家开始把精力集中在如何逃离这个恐怖的岛屿上。一方面，岛上的生命在快速的凋谢，而另一方面，也有新生命繁殖出来。You're putting 2 cats in a bed to freaking breed them? Well, they didn't want to breed on the helipad, so we figured they needed the right environment. So I don't think this is good. Oh my god. 就让 Wood Daddy 和他在大饥荒中拯救的朋友 Thanos 在一起快乐的生活着，而这边丛林文明却又出现了问题，他们的内部被爆出了大丑闻。原来有人发现，在大饥荒中，商人上白送了牛奶给 Carlos 和其他领导人，而其他人只需要花费2个钻石，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丑闻被爆出后，丛林立即陷入了混乱，黑心资本家绍恩被人暗杀，丛林文明的最高领导人 Carlos 也不得不被迫流亡，通过地下通道逃到了庇护所文明的所在地。就在庇护所领导人开始讨论要不要接收他们的时候，大量的人民围了上来，很多人持反对意见，他们担心会遭到丛林革命军的攻击，但是卡拉什保证会在各个方面帮助防御。萨洛夫犹豫了很久，但是最终还是答应接收他们，因为他想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联合整个岛屿的所有子民，达成唯一的目标，逃离孤岛。但是就在这个决定做出的时候，地下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到了第4天，整个岛上还剩下80人。在庇护所领导人 Solo 目睹了很多朋友的死亡，自己也差点死于爆炸之后，决定辞去庇护所首领的职务，接任的是庇护所的首席建筑师伊拉米罗。伊拉米罗执行的政策跟 Solo 类似，但是他的目标更偏向定位于逃离孤岛，并且确保人民的安全。他接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找到爆炸制造者，并且处死了他们。从此以后，岛屿首次取得了统一。但是好景不长，天空再次下雨，闪电也再次击中高塔，这次只有少部分人爬到了高塔上，大多数都躲在了地下。不久之后，高塔上的人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有多么的愚蠢。Another one. Oh my gosh, it's a bloodbath. They're running down. 一击必杀的骷髅在整个地图开始肆虐，除了躲在地下的人活了下来。之前的2个好朋友 Wood Daddy 和 Thanos 因为早早建立了防御工事，也在这次灾厄中幸存了下来。时间来到第5天，人们制造了一个飞行器，想要逃离这个孤岛。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服务器的远端是无尽的虚空，因此从他们起飞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没有人再会见到这些大聪明了。面对灾难的时候，有的人相信科技，也有的人相信神学。比如这几个农民牵了一群鸡，想要祭祀他们，以平息神之愤怒。在岛屿的另一个角落，2个好朋友 Wood Daddy 和 Thanos 却开心的一起生活着。他们一起养了很多的猫。总体来说，第5天是和平和休整的一天。人们在这天悼念逝去的人，一起庆祝自己达成的成就，还有的完成了雄伟的建筑，甚至有些人还在丛林中举行了婚礼。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次灾难的到来。在第6天，所有人都在家中平静的等待。很快，岛上又开始下雨了。人们被告知，一个逃离通道已经在高塔顶端展开。这个通道会将玩家送入一个飞机，离开岛屿。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只有杀过其他人的玩家才可以进入这个通道。于是，混沌的战争开始了。所有的政权和领导已经变得无效。最高领导人伊拉米罗很快被杀害，其他的人也同样在自相残杀。萨洛夫和其他2个人作为第一批玩家来到了塔顶，并且成功进
进入了飞机。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上了飞机，但是更严格的要求再次出现，在接下来5分钟没有上飞机的人将会被直接劈死，岛上将不会有人类的存在。有的人为了最后的生机疯狂的奔跑着，但是也有一些人和朋友一起围成一圈，准备勇敢的接受即将到来的命运。他们宁愿死亡也不愿杀人。在魔洞中的2个好朋友也没有取得击杀，其中的 Thanos 提议先到塔顶再另做打算，而对面的 Wood Daddy 不知道的是，就像另外一对好朋友一样， Thanos 也做好了牺牲自己的